哦，漂亮！哦，太厚实了，很难打进去啊。注意看，邱建良全程吊打排名前3的日本人，最后却输了比赛。这是邱建良职业生涯争议最大的一场比赛。邱建良纵横拳坛20余载，所打的比赛没有任何争议，偏偏这场比赛受到了上千万拳迷粉丝的关注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邱建良整整2年没有参加过任何赛事，于是拳迷粉丝便认为邱建良飘了。自从邱建良获得了羽量级世界排名第1之后，邱建良直接消失在了拳坛之上。面对挑战者发起的所有挑战，邱建良一律装作看不见。至此，邱建良精心为拳迷粉丝准备了一场比赛。这场比赛并不是邱建良擅长的自由搏击，而是从未接触过的踢拳赛事。所迎战的对手是世界排名前3的邱元浩贵，他在踢拳赛事的威望相当之高，堪比在自由搏击领域的邱建良和方便。24胜1负的战绩成为了这家伙狂傲的资本。处于18连胜的邱建良丝毫没有犹豫，于是俩人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。对于邱建良来说，这场比赛是一次不小的考验。世界第3的邱元浩贵率先发难，其后俩人来了第1次交锋。虽然是邱建良陌生的踢拳环境，但邱建良会用20多年的自由搏击技术来捍卫属于自己的荣誉。什么才是世界排名第1的含金量？再来哦，主动做了一个扶手的扫摔的动作。很多泰拳手经常会用这样的技术去摔倒对手。两人的手都拿得很高啊。防守，邱建良给前刺。哦，再来，漂亮！邱建良反应很迅速啊，很冷静。再次的后摇躲闪，哦，漂亮！格挡的后手迎击，再来，快速。邱建良之所以能获得世界排名第1，那是因为邱建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2年没打比赛也是在做恢复。严重受伤的右腿不得不让邱建良放弃了擂台。尽管右腿上的伤病有复发的可能，邱建良毅然而然决定登上擂台，给大家呈现一场不一样的比赛赛事。是的，上钩，几乎是在对手出腿的同时。对。正蹬，一扫，漂亮！立马还中扫，向后躲开对方的扫踢，抬起之后的快速反击。而且我们看他每一次的摇闪都是刚刚好能躲开，不会浪费多一点点的体力。这次跨界也会成为邱建良的收官之战，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比赛，也应该告老还乡，过一段宁静的日子。世界第3的邱元浩贵还是很强大的，时时刻刻的扫踢腿都在紧盯邱建良受伤的大腿，不知道这家伙的居心何在。日本选手的前腿触踢是非常快的，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多次用这样的技术去 KO 了对手。我们看到日本选手邱元浩贵在频频的高扫位得手，哦，正蹬踢开，漂亮！邱建良的腿也是钢铁般的这种，为什么叫坦克呢？是的，没有丝毫的退缩。前腿正蹬，而且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这个边缘的一个位置啊，就是20多年的自由搏击经验，怎么可能会全部抛到脑后？这个接腿动作算是自由搏击当中的技术。反观常年在踢拳赛事打比赛的邱元浩贵，他就不会实施任何一个违规动作。即便是到了踢拳领域，邱建良的比赛经验还是略微丰富一点。看又提醒不能去做接腿啊，踢扫大腿内侧。踢拳我们也可以看到用的是大拳套啊。顶膝立马给后手拳。邱建良状态太好了，今天。漂亮！哦，再来！好，时间到。第2回合刚开始，邱建良就给邱元浩贵来了一个下马威，这是中国武术当中最经典的扫堂腿。此时邱建良受伤的大腿一直在遭受进攻，不管是在中远距离还是在内位对抗，邱元浩贵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对邱建良受伤的大腿发起进攻。是的，而且反击抓的是非常的准。对，完全不像一个2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的选手。没错，感觉天天都在打比赛。是的。哦，非常快的前腿中扫，平扫踢，我躲开，格挡之后的快速反击。哦，日本选手的前摆高踢，威胁性还是非常强的。再次被放倒的邱元浩贵有点略显莽圈，邱建良已经放倒了邱元浩贵好多次，而且邱建良一直保持较高的躲闪能力和格挡能力，所实施的进攻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。
气急败坏的秋元浩贵又会做出哪些不符合常理的动作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打乱自己的进攻节奏，对，漂亮，没打到，转身摆。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刚才用了连续的左右粗踢，秋田良利用自己的后撤步，连续的去躲过了对手的进攻。哦，像日本选手秋元浩贵在前2回合这样的进攻一直没有打穿秋田良的话，对自己的心理是冲击力是非常大的。确实像坦克一样啊，没错，根本就是没有地方可以。对于秋元浩贵来说，这个擂台就是他自己的场子。此时来了一个踢馆者，秋元浩贵岂会轻易放过秋建良？即便秋建良实施的进攻很精准，那么秋元浩贵依然会对秋建良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哇，漂亮！再次的格挡反击。第2回合还有1分钟。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的边角也是不断的在喊，不断的用自己的后腿去杀伤秋建良。此时的秋建良依然掌握着整场比赛的节奏，对于秋元浩贵所实施的防守反击，秋建良也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破解，并对秋元浩贵发起精准的防守反击。前2回合算是秋建良的个人精彩秀，打不过秋建良的秋元浩贵只能实施搂抱。两个选手后摆，日本选手的拳腿组合也是做的很多啊。是的，非常的迅猛。他现在应该也是觉得这秋建良太厚实了，很难打进去啊。再来，又是一记反击，漂亮。好，双方第3回合。第3回合开始了。整装待发的秋元浩贵再次对秋建良受伤的大腿发起进攻，虽然此行为不道德，但并不违反比赛规则。反观秋建良也在尽力保护受伤的右腿，加强进攻攻势的秋元浩贵瞬间就掌握了比赛节奏，于是便开始对秋建良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烈进攻。我们看这日本选手在扫踢的基本上身体部位的每一个地方，他都会有进攻。是的。从脚踝到小腿、大腿外侧，身体也高扫，这还很精准的。节奏注意节奏啊，两注意节奏。反正要快要果断。此时的秋建良2条腿都受到了重击，比赛还剩下2分钟。秋建良的打法依然十分犀利且精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俩人的搂抱次数开始变得频繁。对于秋建良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情。第3回合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。剪刀目前看起来，秋元浩贵的出拳频率也很高，但秋建良在格挡上面几乎是没有让对方占到什么便宜啊。是的。命中的成功率来讲的话，秋建良的命中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没错。频繁的搂抱或许就是秋元浩贵的杀手锏，这要是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，恐怕秋元浩贵早就被罚下了场。面对此情景的秋建良丝毫不慌，则是继续实施精准的进攻来与秋元浩贵进行对抗。不管秋元浩贵是火力全开发起猛攻，还是用强烈的进攻攻势猛压秋建良内围，秋建良对此一点都没有慌。秋建良也是点了点头，示意对手的高扫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高扫，秋建良继续硬吃对方底扫，然后给身体打击，摆拳命中。漂亮，再来。时间还剩下最后30多秒，真看不出来秋元浩贵的优势在哪里，只能说这家伙一直在偷袭秋建良受伤的大腿。秋建良的进攻打法相当之激烈，不管秋元浩贵实施什么样的进攻与招式，都无法摧毁秋建良无坚不摧的意志力。躲开，漂亮，再次反击，中扫踢，躲开，漂亮，再次同样的技术，非常漂亮，秋建良。这个简直是让对手太难受了，就是这种杀人诛心的感觉，知道吗？
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没错。哇，好，双方比赛结束了，邱建良打得很完美，也很出色，世界第3也不怎么样。虽然身上没有伤痕，但邱元浩贵挨到的打确实很多。反观邱建良的打法风格与之前也有很大的差距，只处于前压的状态。但是从拳法的有效打击上来讲，邱建良的分数会更占优势。没错，而且邱建良利用更判定，最终邱建良输了比赛。不知道邱元浩贵是这么赢的。邱建良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接受了裁判的判定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